所有现在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我练6的收官告白礼。那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男女主角请到直播间当中，正式和大家来一起完成我们最后一期的上线，好不好？来，欢迎我们我练6的各位嘉宾。这样，既然我们这一季本来有一个主题叫不会恋爱的我们，然后相信大家在这段旅程结束之后，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改变，有可能在别人身上也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从 team 开始做自我介绍，然后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要稍微加一点点小难题。你觉得自己身上，之前认为的也可以，通过这一季之后重新认识的也可以。你觉得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最有魅力的是哪一点？好不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他人的反应，就知道他们认不认可你的介绍。从你可以开始吗？第一位打个样来吧 ，Tim。大家好，我叫桂廷宇 Tim， 然后我在恋爱中最有魅力的闪光点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在恋爱中最有魅力的闪光点是我感觉感觉我很敢说真话。就是有一些话可能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但是就是忠言逆耳，就是啊，不愧是你啊！我只能这么说，不愧是你。来，你转头看一眼小小的表情呢，不然。谢谢 Tim， 来周周。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周。然后我觉得我在亲密关系中比较有魅力的点，就是我会关注到对方的情绪价值吧，比较细节一点点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闪光点，对。就是你会忠言逆耳吗？不知道了。来看看。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康。我觉得我最有魅力的点，可能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做到冷静，都能做最好，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判断去解决一个问题，就不太会慌。狗哥。OK。那我觉得我原来觉得我最大的就是魅力点是在于可能比较浪漫，比较有仪式感，但现在觉得我最大的魅力点是在于我可以把对方逗得很开心，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Okay. 你要不也再回头看一眼几位女嘉宾的表情呢？来继续，小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呆。我觉得我自己的闪光点就是我应该可以给对方很满的情绪价值那种，然后经过这个节目，我觉得自己变勇敢了。谢谢小呆。K 姐，大家好，我是 Kelsey 陈如意。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直球，是在感情当中最有魅力的点。奶绿。大家好，我是潘千荣奶绿。然后我觉得我的闪光点应该是真诚，然后搞纯爱。纯爱战神本身。对对对。夏姐。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瑞 Sherry。我觉得我的闪光点也是情绪价值，但是给的不一样的点是我不是会安慰别人，而是让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感觉到生活很有意思、很有趣。是个有趣的人。认可，大家频频点头啊！多谢了。小小麦有声音吗？喂，好了。大家好，我是任可小小。然后我觉得我的优点可能是，就是当下有什么感受都会直接说，主动跟对方沟通吧。对。那刚才大家有听到每个人觉得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最大的魅力点，我们集体指一下吧。你们觉得谁说的最离谱？最离谱！3、2、1。可以换头。狗哥应该遥遥领先。为什么？谁说的最符合，就是最贴切，确实也是你们相处这么多天下来觉得对方最大的魅力点。3、2、1。我都准备好了，怎么没指我？其实我们
整个观察室跟这一季各位嘉宾在最后一次录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见到过了。然后关于录制当中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在第12期的时候也有多多少少有聊到。所以今天在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和所有在喜欢这一季我恋6的朋友一起去解锁我们的最后一期呢，当中也会有很多幕后的故事。当然今天更多的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近况，因为其实从我们最后一次观察室的录制到现在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知道我们的嘉宾其实是真的从世界各地飞回来，然后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官告白礼的。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近况是需要特别的跟所有的观众 update 一下的？工作上的也可以。奶绿怎么啦？领证啦？没有吧？有吗？没有，吓死我！对不起，对不起，冒昧了。为什么女生会都知道你？为什么都看我啊？我还不能讲吗？不能吧？可以吗？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可以吗？可以吧？是换了新环境吗？对，换了新环境，然后可能9月份是在适应这个新环境，在一个挑战吧。但是这几个月就已经慢慢安顿下来了，然后在新的朋友圈、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所有的社交，就都已经在慢慢形成我自己的圈子，然后很开心。那当然，直播间所有的正在收看我们今天这个收官礼的朋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也会邀请现场的嘉宾来现场作答，好不好？那各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你们有哪一个面是自己没想到的吗？就当时录的时候没有想到，哎，观众竟然这么在意这一点，或者大家原来这么喜欢这一点，或者哎，大家既然对这一点特别有讨论，有吗？就大家有跟着我们的观众一起看节目吗？有的，有的。我觉得我的点是，我发现我只要不笑，大家就以为我在挂脸，但其实不是，是有时候笑累了，然后我就歇一下，但是没挂脸。对，但他一笑就是邪门。邪门，你有看过那个表情包吗？夏姐，你要不现场？夏姐，哪个表情包是配上邪门2个字的？就因为我笑的时候会往后仰，然后你会看到我的嘴整个口腔，对，整个口腔，然后加下颌骨。对，小小呢？小小有哪个点是惊喜到你的吗？我感觉有时候我讲话有点太直接了，对，然后我现在也在反思。你们俩说的差不多是一件事吗？不是？对，我感觉可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心里就蛮开心的那种情绪和一些比较正面的反馈，但我不太表现出来，然后反而可能表现出来会稍微显得有点负面，然后让气氛不是那么的好，这个也是我之后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作为观察室，其实也是跟所有观众一样，我们是上帝视角，我们是可以同时看到每一条线的发展的。但其实，我知道大家在录制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不太知道别的线的线索，可能也是看节目的时候才知道的。有另外哪条线惊喜到你吗？让你完全没想到的，有吗？小小，其他人的相处里面有哪个时刻，你是看节目才知道？哦，他们那时候在。做这件事儿，我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我觉得最惊喜到我的，不能说惊喜吧，就是小呆和 KK， 就是挺那种很符合我对这种2个异性的想象，美好画面的想象，对，就是真的会有颠覆我平常对他们的印象。真的有些画面很美好。奶绿呢？奶绿在看节目的时候，有哪个点惊喜到你吗？自己的也可以，别人的也可以，康康的也可以。我要讲一个蛮震惊大家的事情，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夏姐跟康康2个人有些，我真的不知道。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每次写完信拿完信我就睡觉了，就是摘麦了，然后他们的私聊或者他们就是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不在场的，就是没有在公众面前就是
有的，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后面我回看，我说哦，我还蛮钝感的，就是战士只管自己战斗。对，但我在想，其实是我没有关注到太多细节才这样的，还是为什么？就我可能太专注玩游戏啊，专注于就是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再回去的话，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还那么有，因为有别人也在争取嘛。但是其实这一季我觉得反而这个点是让很多我们这一季的观众觉得非常真实的，是这一季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在进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走进对方，去全方位的了解这个人，我们可能才去做一个判断，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往下一步走。就这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选择的观念。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季很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很多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像刚才奶绿讲到的，那 K 姐呢 ？K 姐有哪个点是震惊到你的吗？你看节目的时候？震惊到我的，或者观众的反应震惊到你也可以。我不太震惊，其实，但是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当时没想到那个周周跟小小还有互动什么的，就我本来以为就是他们应该就还挺，对，就是挺客客气气的，没想到没那么客气。哦，没想到还蛮。哎，那你知道我们观察室有给你一个封号吗？我们觉得你是最佳僚机，就是不管是姐妹还是前面的弟兄们，就是感觉你如果能察觉到对方想要往前一步的时候，你都会很好的当那个僚机。是你有意的吗？还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就是我日常就是这么对我的朋友们的非常好的僚机。OK。小呆呢？小呆有看节目之后有哪个点你很惊喜的？我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是跟陈康是一起一起住嘛，睡不是怎么说，就是一起同一屋室友住呀。那他有跟我说过关于夏瑞的事情，但是我看了节目之后说，比我想象中更对，就更炸。我都在反思，我们看的是同一个节目，我看的时候还好啊，可能是被删了，可能是。OK， 可能第三方视角不一样。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恋综节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观众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代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观感，对不对 ？OK， 谢谢小呆。狗哥呢？狗哥。我说一个比较正经一点的吧，好吧？行。就是我当时应该是选，大家在新疆选项目，就是有香气、民俗，然后这些项目。那一次应该是我第2次落单，然后我当时本来特别down，然后这个是我看节目的时候才知道，其实 K 他有跟那个小戴说，他怕我很尴尬很难受，然后他想来找我这个事情。我当时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也是看节目我才知道，所以我看节目的时候还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感动的。你录完这个节目，然后特别是在播的时候，你的同事有评价吗？你回去上班的时候？就是有，就是他们会问吧，但是，所以我一般经常都是中午可能没到饭点我就偷偷先去吃饭了，就以防他们来问我。他会问结果？就不止同事吧，朋友也会问，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为我们整个节目和大家着想。我的嘴是一如既往的严，对。是吗？他们对你挂脸的事情怎么看？就是民族舞会那天，他巨挂脸的那天，我看了以后爆笑。我就说，这人怎么比我还不会表情管理啊？我就是一个所有心情写在脸上的人，我比较简单。不像你那么复杂。怎么突然？有点热。好吧，来吧，康康。来吧。可能是我们新疆分组的那1、2期吧。我觉得看他们的分组很有意思，因为 Tim 跟小小跟
周跟夏瑞的那个画风很不一样，但是同时又出现在一个地方，就我觉得很奇妙。然后我也看到观众一个比较好笑的评论，就是说我像徐志胜，说我长得像徐志胜。有吗？我没看到这个评论，有啊？真的有，真的有。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个海报，哦，那个海报不止，还有人说我像唐僧，真的。哪一个版本的？哎，我对不起啊，我问个细节问题，你们俩今天的穿搭是有商量的是吧？缘分，缘分。默契哦，默契，好嘞，好的，好的。周周。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每一天快要就是摘麦啊或者结束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想去厨房泡一桶面，然后狗哥和 K 姐他们俩总在厨房聊天，连着应该是2、3天左右。然后我其实不想打扰他们俩，所以就一直饿着肚子，然后等着结束。就是他们俩真的聊得巨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们俩到底在聊什么？然后看节目播出还聊得挺深入的，我觉得。对，这是当我吃饭，好吧，值了。对不起。那你有收到比如说周围同事啊或者朋友啊，在看节目之后跟你聊些什么吗？大家都会就是猜我和谁或者怎么样的，大家也比较想知道结局或者关系这样，然后但是不能剧透嘛，对，不能讲。关于网友们起的下周见的这 CP 名儿，你们两个满意吗？非常满意。你满意吗？夏姐在后面瞪大了双眼。OK， 来，我们 team 在看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点是你当时在录制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受到，在看的时候才发现是这样？OK， 我觉得是那个第2天晚上狗哥烧玫瑰的时候，就那天晚上我在房间睡觉，没有落单了，然后他们第2天醒来，就那个小人粉就跟我说，太可怕了，他烧玫瑰。我说啊，烧玫瑰什么？后来我看节目的时候，我重复看那个5分钟、10分钟片段，就我每次看都会爆笑。对，但我想说的就是狗哥，可能大家网上有人说他很抽象，但我觉得这是他很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投射。对，所以我就真的很欣喜，我看到这一段。如果是你觉得浪漫吗？你开心吗？不浪漫。哎，那男生呢？你们觉得谁的举动是最浪漫的？就男生觉得，在看节目的时候，对，就是哪个男生在这一季节目当中，除去12期啊，因为还没上线，告白日不算，就是在现在已播的节目当中，男生公认谁最浪漫？我觉得是小呆吧。小呆觉得是康康最浪漫。我觉得是康康，就是他看起来可能是不会太照顾人，但是其实他有时候有些点是能照顾到男人，率蛮多的，就是我能看到，我是上帝。Team 呢 ？Team 觉得男生谁最浪漫？兄弟们谁是最浪漫的？我觉得也是陈康，因为我没有看他12集的那个告白日的场景嘛，真的。就是不能说不算12期的话，就前面几期节目你们看了之后，那我觉得还是狗哥吧，因为可能女生觉得他的行为不浪漫，但是他是感觉是卯足了自己的全力去做他认为浪漫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哎，狗哥得到兄弟的认可和得到喜欢的女生的认可，哪个你更开心？好问题，哇哦。得到兄弟的认可是因为兄弟没跟你约会过，他们不知道有多痛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咱们下一个吧。行，那我问问康康吧。康康，你觉得刚才有几个兄弟也投票给了你，觉得你还是蛮浪漫的，你觉得呢？5个男生里面谁最浪漫？我觉得是阿呆，因为我觉得他们说我浪漫，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体上的、行为上的照顾，就是他有什么就是需要我就能照顾到。但其实我做那种情感方面，其实我共情能力还需要提升很多，所以那个也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小呆就是他作为一半入场的嘉宾，然后很快的去了解了女嘉宾，然后很快的去知道我自己其实最适合的是
某一位女嘉宾，然后就一直去尝试，即使因为现在有看到节目，会看到我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可能得到了一些负面的反馈，但是他还是坚持，我觉得这样挺浪漫。这是男生们对于浪漫的解读啊，就是仅限于我们现在做的5个男嘉宾当中，4位女生觉得谁最浪漫 ？K 姐，你觉得谁最浪漫？就是刨去私人情感啊，就是客观的看他们5个人在节目里的表现，谁最浪漫？客观的，我看的最多的其实是，就是不涉及我自己啊，我觉得陈康跟乃绿，就是他们出现的画面就让我觉得很浪漫了，满足对爱情很多的想象。对，特别。乃绿呢？乃绿觉得5个男生里面谁最浪漫？我也觉得康康吧，就是他会记住我很无意间讲出去的话。这点很大女生。对，然后会像弥补一个遗憾啊，然后把它变得圆满啊，类似这样的。就或者是一些小细节也是我随口讲，然后他做了，我就不错。比如说，那个要剧透了。然后雪山也是随口讲的，然后那天那个看星空的时候，他就正好躺在我附近，然后他讲出来的时候我就那个还蛮对，就是能记住你随口说的一件小事。对，是随口说的。对女生来说，很戳。夏姐呢？夏姐觉得谁最浪漫？我雨露均沾一下，我觉得周周吧，因为当时当面的时候他说那些话，我会觉得我没办法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我一看节目，我说还挺好的，把我们这么搞笑的关系往回拉了一拉，就是觉得 OK， 就是还是在谈情说爱的那种感觉，还看起来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还蛮甜的。对，挺甜的，我真的有磕到自己看节目的时候，磕到自己啊。对，我说哇，好甜。小小呢？小小觉得5个男生谁最浪漫？那帮狗哥说一下吧。其实作为烧玫瑰的亲历者就是当下会有一点尴尬，但是我觉得尴尬点在于就是我们他烧玫瑰的那一刻，你内心的 OS 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这是在干嘛？就是我觉得可能尴尬点在于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很久，就是他的点，就是一些仪式感。其实如果摆在恰当的阶段或者时刻，我觉得是会让女生还蛮心动的 ，get 到他的点，而且就有时候。平常聊天他也会去设计一些小环节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很多大框架下我们就是纯聊天很难受嘛，但是它会让这个事情变得轻松一点，就还不错。其实感受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次应该是这几季恋综里面转场转的最大的，就我们都一致认为你们这一季所有嘉宾玩的是最爽的，就是大家整个开心的那个氛围是最浓的。就先在海南，然后转场到新疆去，大家很想知道，比如说整个的那个录制周期是多长时间？就是从你们第一天大家见面多少天？3周，差不多20天左右。但是要算上我们提早几天到节目组的话，是6月21到的。然后是7月10、12、13杀的，那得对23、25。看节目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录恋综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因为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有那种感觉，可能某2个人是完全2个世界的人，也许不在这个节目里，可能2个人完全没有交集，不管是这种走入亲密关系还是朋友之间啊，有谁是你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自己的那个圈子真的很难遇到，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类型的人或者这个职业的人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可能才有了这个交集，才有了这段旅程的。K 姐，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就是真的就是很神奇，因为通过这个节目认识到，就是我平时完全不可能认识的所有人，这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我们一起又有就是很
神奇的人生经历，就是从来就都是第一次，什么双彩虹啊，然后还有看星空啊，什么看流星，就是觉得特别美好。我觉得在很多年以后会非常怀念，even 此时此刻。还有谁有要就这个问题说两句的？狗哥频频举麦，你要说谁？我感觉其实，我当时刚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比较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话聊，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他们，就是生活的环境和他们的工作完全不了解，然后所以说我每天都有很多话聊，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离我自己生活最远的应该就是 Kelsey 和 Sherry 吧。因为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很享受生活，然后他们非常的自由，可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旅游，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非常羡慕的生活。对。然后是不是看完他们之后你就辞职了？这是能说，这是能说的吗？这不能说吗？对不起。没事，就也不是吧，因为就是在一个gap，然后我下一份工作就是也已经定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然后正好朋友们也来北京，所以我们这几天都安排了行程，然后就是要大家再享受一下，拍一个线下版面。感谢一下狗哥，我们最近北京的行程都是他安排的，他订的餐厅全部都是他订的。今晚是我订的。就是因为感觉在恋综里面所有的男生也很爱狗哥，就是兄弟这一块狗哥稳稳的。小小呢？小小在所有的嘉宾当中，不论男生女生，你觉得离你原本的生活最远的是哪个朋友？我感觉就是 Tim 吧，对，就是一个是他从事的行业，还有他在的地方，就是会离我的生活比较远，所以可能就是这种会对我有一些吸引力。对。夏姐呢？夏姐觉得谁是离你距离最远的？我觉得是小小吧，一个就是年龄差距在这摆着，还有就是学习太好了。对，我心想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好学生跟我当朋友，可算是我逮着一个，我可满意了。你满意吗？沉默。好可爱。奶绿呢？奶绿在所有人当中，你觉得谁是你离你之前生活的圈子最远的朋友？之前可能很少遇到这个类型的朋友，全部都很远。跟我最近应该是夏姐，因为我之前在多伦多，离纽约很近，然后我也蛮经常去纽约玩。就如果真的就我还在原来那个地方的话，说不定就是咱们会认识。但其他人就真的基本没有交集，零交集。那有谁是你在第一面见的时候和最后了解之后，你觉得反差最大的 ？K 呀。K， 我觉得这是公认的，这是公认的。K 是。对，因为最开始看他的时候，觉得他应该是那种会有一点点距离感的。结果他是一个贴怪，就是非常容易亲近。对，很容易让人想要亲近的那种朋友。他也会来主动贴我们女生。危险发言，危险发言。好。那在这一季当中，这个其实也有包括像运动会啊，然后有一些小小的需要大家去比赛的场景啊。那虽然各位节目录制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要看看大家这个在团队作战的时候，比赛的能力和默契的程度是否还有所保持。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要把各位分成3组，最后分数最低的那一组将会接受惩罚，好不好？来，那我们来说一下分组。第一组是小小、Tim 跟周周3位一组，第2组潘千荣、奶绿、Sherry 跟康康一组，接下来一组是 Kelsey、小呆跟狗哥。你们仨 always 一组哎，是不是？连在最后一期的游戏，你们仨都是一组。那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音乐版的谁是卧底。待会儿每一组玩的3个人戴上耳机，有2个人耳机当中的歌曲是一样的，有1个人是不一致的。你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要用肢体把你们听到的音乐跳出来或者表达出来，然后其他2组嘉宾猜
谁是那个听到的音乐不一样的人。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计分，好不好？最后我们会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好吗？那商量一下，我们哪组先来？那你们先来吧，周跟小还有 Tim。哎，他们这趴需要拿麦吗？他们戴耳机。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时间到，停，来商量吧，商量吧，给我答案，商量。我看一下网友能看出来吗？
哦，那圈圈圆你们俩已经圈圈不一样了。那你听到的是你哼两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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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心凌，对吧 Sherry 哎其实是 Sherry。哦。
第12期是在8点钟的时候才会上线的，所以大家如果买了我们今天大礼包的话，大家在8点钟的时候可以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去等待这一季最后一期的上线。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准时上线。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聊到说，一会儿2组的惩罚是要跟着我们的 CP 一起来接受的。我们也向各位公布一下，其实我们在整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站内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小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哇哦！哎，他们俩的合音特别好听，你们俩的声音在一起非常有化学反应。天籁，天籁，天籁，天籁。哎 ，Team 这次不错哎，收官的时候基本这个时候耳朵已经红了。今天我特意观察了一下，一切如常。返场的时候。哦。算了，别管我，别管我。他耳朵有点不好使，现在。哦，上年纪在 loading 是吧？好的，来，我们现在第3名的组合，刚才是半糖，第3组发个微糖。好，因为大家会觉得夏姐其实蛮会拍照的，然后我们能不能请夏姐和周周教大家一些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情侣 pose？OK， 好的，来，我们有请来。教几个比较合适？起码3个吧。 3个起吧，3个起吧。3个。就是情侣 pose 哦，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来第一张。你敢不敢举麦说？第一张好，第一张 OK， 来第2张。中年阿姨那味。确实微糖。第2张好，来第3张。哇，这个可以。第3张，哦，确实每一张 team 都在桃心里。再送一张，对，康说再送一张。再送一张。啊，没准备。没准备。这样。Team 在爱心里吗？啊，也在，还在，Team 还在爱心里。谢谢。啊，谢谢。那我们最后其他几位，特别是刚刚在游戏环节当中落后的2组，我们的惩罚就是现场选1位同性好友。公主抱，因为其实说到这一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网友的评论，其实很多人不仅是在磕 CP， 不仅是在磕爱情，大家这一次的友情线也真的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欢，然后很多人都非常羡慕，觉得你们完全是那种最佳的旅伴，就是在整个旅程当中给足彼此情绪价值，然后大家要嗨的时候一起嗨，可能有的时候即便身体不舒服，但是在回来的时候也很要想听他们去分享在你自己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瞬间，所以也想请这2组每人派一个代表吧，然后选一个同性好友现场公主抱一下，好不好？中间那组就不用接受惩罚了，因为是刚刚获胜了。就看戏就可以了。我们第1组跟第3组，那就请男生吧。Team 先。选一个同性。对，公主抱。弹幕选一个吧，帮我选一个好不好？弹幕选一个好呀。对，看谁。来，弹幕选一个。这样，弹幕先帮 team 选一个。会互动啊！哎呦，弹幕帮 team 选一个，那我们这边 K 姐
狗哥跟小呆，你们派谁来完成公主抱的环节？我抱吧，我抱吧。狗哥，你对抱谁？我抱。你想抱异性也可以。你是你锅你碗你滚蛋的吗？什么？那弹幕也帮我挑一个吧。哎呀，好了，把这种得罪人的事情给别人做是吧？有帮 Team 挑的是狗哥。哦，当然挑的最多的是小小，但是我们说请一位同性，好吧？来吧，那 Team 就狗哥吧。要舔，你抱了之后要对视啊你们，的手臂为什么？对视一下，对视一下，张，深蹲深蹲，这给第二组的难度也太高了。好吧，来吧。做什么？然后狗哥呼声最高的是 K 姐，但我们刚刚也说了嘛，同性。然后下一个呼声最高的是康康。我80，自己给自己上难度。我是男嘉宾里面最重的一个，自己给自己上难度，挖坑。狗哥这时候加油就是加油加油！跳一下。上，你们俩没对视，没对视，不行了，已经不行了。算了，我们现在离8点钟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我们要谢谢所有今天在守候我们收官礼的所有的网友朋友，谢谢大家不仅这么喜欢我们我连6，同时也非常的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收官礼的支持。其实在整个旅程当中，除了我们几位嘉宾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之外，其实还有一群人对你们也相当的熟悉。其实大家也是一个友情，从最开始不认识到一起相处了20多天，可能在自己的人生旅程当中，他也有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位置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把我们节目组的几位 PD 请到现场，跟我们来更多聊幕后的故事。出来吧，出来吧！我们导演组的3位成员王超凡、看佳佳和廖文娟。王超凡是谁啊？不知道。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是王老狗个吗幕后啊，因为他们3位有大名羞耻症。刚才我叫的是他们的大名，但其实我们平时在节目组里都叫他们的艺名。我们就请3位用我们最熟悉的名字，然后也跟所有的观众打个招呼吧。侃佳佳，你先来吧。你有这人吗？金宇贤。大家好，我是我们恋爱86的总编剧呱呱，然后是周周的 PD。我是节目总导演，然后就是刚才说的王超凡，但是我们的花名一般叫我老狗，然后我是导演组的狗哥，跟嘉宾里的狗哥是对应的。哇哦，对，我在那个节目里带 K 姐。2个狗哥都跟 K 姐有线。哇！嘣嘣！大家好，我是我恋6的执行总导演，然后叫我老廖就行了。我是奶绿的 PD，今年。3位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非常难忘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看老狗的微博吗？就他其实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蛮感动的，从上一季开始有关注到，其实他有记录很多的细节。要不要讲讲这一段？偷笑。就是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些导演的手记、日记，然后想要 PO 到网上？首先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工作日志？它主要还是给我们上级领导汇报。周报啊，那是。是日报。其次是为什么写的那么好？主要是为了炫技。文豪是吧？然后就是文豪开玩笑之余，就是第一觉得就是每天工作之余，觉得投入感情是一个挺值得开心的事儿。然后我们也确实会在工作里夹带私货，私货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剖出来，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感兴趣一些节目里捡不到的感受，
就所以跟大家分享，就很多人会在底下夸节目组，我就会给他们点赞。去认领，让他也有们知道。也有很多人会提出夸这儿节目里的一些不足，你就不管，视而不见。那哎，因为呱呱在上来的时候，有很多恋综的观众一定会问到的问题，因为大家听到呱呱是总编剧，其实有很多恋综观众会问说恋综到底有没有剧本儿？如果没有的话，总编剧是干嘛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我答不上，怎么这么犹豫啊？我们节目的成不是，败就因为我觉得就在是有没有剧本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得问他们没有收到剧本吗？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对，真没有，绝对没有。然后那总编剧是干嘛的呢？如果非要说呢，其实我们大家的工作职能没有分得那么明确，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大家会一起商量，比如说每一天的大概的一个环节设计，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在万宁海边的那个狼人杀舞会，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分2组，一组是高大上一点的，就是豪华游艇，一组就是一个随风飘摇的一个小渔船，就是其实每一天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程安排。是需要我们会集体讨论，然后反复推敲去定的，然后也是为了能促进他们，比如说一些故事和感情的产生。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编剧，最重要的是去给他们设定这些故事他们会发生的一些场景，或者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像一些催化剂。主要还是我们人选的好，因为就是跟刚才大直播看到一样，感觉这是一群口无遮拦，但是又比较坦坦荡荡的人。刚才你们坐在下面，有哪一刻心里咯噔了一下吗？说这都能说？其实有点习惯，就是你知道吗？会有些脱敏。对，就每个人人均虎狼之词。好吧，那老狗，我问你一下，这里面人均虎狼之词里面，谁的虎狼之词被剪掉的最多？就是你现在观察他们的表情，就或许也有答案了。心中也有答案。呀，是夏姐啊？啊，谁啊？不会说是小小吧？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小小还好。你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别蹲水。明确的答案是吧？那第一，大家都是花钱买直播的，要说一些劲爆。就是他们几个有一个不带我们玩的群，就是他们有些可能吐槽什么发到里面，那个群的名字叫我们那个吧。然后这是花钱，没有什么是尊贵的，买了超点的朋友不应该知道的。对，这是他们这我们尊贵的个就是 SIP 夏瑞命名值得知道的。就是夏瑞的一个口癖叫我们那个吧，具体是什么咱就也不知道，也不清楚。我还是谨我们慎采访你吧，好吧？我让老廖说2句吧，老廖。扳回一点，扳回一点。有哪个嘉宾是你在最开始看面试的时候和见到真人之后反差最大的？我刚才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康康吧。因为什么为就是我们之前面试的时候呢，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绅士，而且他不是新加坡人嘛，其实他的结果呢就是我感结果觉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其实就是这么一整季录下来之后，因为我是奶绿的 PD，所以我跟他其实是跟康康接触也蛮多的，就其实他私底下就比如说写信，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第11期，我觉得他有一期信就写的特别好，而且呢，还有在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他跟奶绿那个弥补遗憾。当时也是非常戳，我就哇哦，这么会啊，就反差蛮大的。我们在观察室的时候有无数次讨论，说恋综以后能不能加上后采这个环节呀？就是因为你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举动，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全啊，因为我们看的也是已经剪辑过的版本，所以其实你们在恋综里面有很多的举动，我们就是看完你们写信的结果之后，都真的非常之不理解。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导演组有吗？你们在录制的时候，在现场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比如说出外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可能你对接的是谁，你会跟他们那一组出去。但是其实当下对于其他组发生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比如说什么康康和夏姐有线这种事，我们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就跟生活里一样，就是永远你不会有全知视角，就是你其实就是知道一部分，它并不耽误你交好朋友和谈好恋爱，收获好人。那有谁是你最开始在看面试视频的时候和见到真人之后，你觉得反差最大的？反差最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反差，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然后我因为第一就见了很多人，比如说我见到康康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他是东南亚某著名的不可告人的一个富二代，但是见面非常朴素。那天我们都穿了一双很旧的新百伦鞋，我非常印象深刻。好，就是今天这双鞋子。然后乃绿是我们一块儿见的，然后乃绿当时面前有5个导演跟他讲，然后5个导演都跟他讲了大概4、5个小时，都已经力竭了，觉着轮流讲怎么都会把他耗到话尽。然后他确实在4、5个小时5个人轮番问的时候有点累了，然后给他打了一杯水，喝完那杯水之后他就满血复活，全方位的战士。对，大家也很感兴趣，说每一次恋综的选人。就是首先啊，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节目组是不是真的会给你们觉得很适合上恋综的人，比如在各个社交平台发私信这种，会吗？会的，会的。那一般会从什么角度去筛选要上恋综的嘉宾呢？就什么嘉宾你们会选择要去发这个私信？主持人的问题太难了，是吧？没有，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不是有那个不同的职责，比如说在节目里我是总导演，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是 K 姐的 PD， 然后其实在录制后面的棚的时候，我们也有每个人的职能，然后我旁边的总编剧侃佳佳就是聪哥的PD， 然后聪哥的 PD 就是聪哥的风格，他给我们一直灌输就是聪哥从来不会按台本上问，所以今天好像我们有些问题答得不太好，就是因为这跟台本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开完这个玩笑之后，就是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就是我们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那在筛选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恋综也会有非常严格的背调，对不对？啊，就关于背调这一块儿，一般你们会怎么去背调？首先是有一个对不起啊，看面相。首先是就是今天因为这个是没有秘密，大家都是经过我们背调的，都知道它的严格程度。然后现在是8点5分，最后一期节目已经开始上线了，大家都能看到了。至今他们都没有什么人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说明他们都安安全全的上岸了，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挑衅，你怎么？好不容易撑到最后一集，好不容易撑到现在，有人敏感了，有人敏感。现在一般，真是激励一般，是撑的嘛，就是不是那种顺利的嘛。然后就是第一，我们有专业的背调公司，有一些比如说就是犯罪记录，哪怕车祸记录，然后包括征信的，它既基础而且非常的细碎。包括你的一些直系亲人什么都可能会有涉猎，这其实是很严酷的。有些人就有点像大厂入职的那个背调。对，是的。然后对2次的那种。对，然后之外，我们肯定会对每个人的，就是因为这些背调它不涉及你的情感史，因为那个是一个商业性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反复的盘问，然后利诱威逼。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威胁，然后如果都能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知道有的嘉宾是导演组邀请的，然后有的嘉宾是自己报名的，是吧？就是每一次我们去邀请嘉宾的时候有2个不同的路径，然后有的是朋友推荐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一季的几位当中有谁是自己报名的吗？有吗？是我们应该都填了报名表。哦，是先被找到，然后先有导演组有在平台上邀请，然后再去填报名表。有朋友推荐来的吗？因为上一季其实有，上一季有嘉宾是我们在上一季的嘉宾推荐的。这一季虽然没有，但是这个任务已经给他们布置了，下一季就会有。就是他们推荐给我们的。那不如这样，其实当导演组有可能在看过了大家的基本资料之后，会有一个面试，然后我们也保存下来了大家非常珍贵的面试视频。我们尊贵的 SVIP 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的面试视频，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位是谁的。你今天化妆了吗？门面。开局王炸。在干嘛？感冒了。和院长一样，感冒了。就防晒，然后 BB， 然后口红涂。哎呀，这什么？眉毛好会啊！形象管理。这害羞了。就是我不是说我自己很怎么娇生惯养哦，就是我不太会用那种厕所，
哪种哪种厕所？我在讲那个新疆厕所。哦，现在因为我跟他说，因为我不怎么会蹲厕，蹲着的不我就行怕我去新疆的话蹲厕我会。在的一个但刚好面试都聊这个。问的好细节啊！每个小时就问这个问题。公共厕所里面它是马桶的。我会用水用纸巾擦一下。这个话题好脏哦。没有，这个很正常，因为到那边录制一定会涉及到这些生活方面的。就是他们那边也是蹲。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在外面的时候，一些公共厕所你不能保证它一定都是。还在聊厕所，聊好久啊，这个话题。跟那两组跟我风格差不多，就是想起什么问什么，反正是。你还没有那种经历之前去西藏的时候，那个都看着外面的景色上厕所了。是的，在野外真的没办法。对，但景色很美。那怎么办？像那种真的不行的时候，那就。我以为你会问什么样的女嘉宾，结果问的什么样的厕所？不吃东西呗。面试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问你的理想型啊之类的这些吗？所有都会问，然后今天筛的是一些就是特殊的，就是给 SVIP 准备的，真的。好的，小戴，这个是你比较日常的状态，还是精心打扮过的状态？面试那天？那天其实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从上海，然后早上过去南京，然后就很赶的这样子过去，然后那天其实好像天气也蛮热的，就整个状态可能不对，但是。是吗？哦，现在比较好看，好像。现在比较帅。谢谢。情绪价值给满。OK， 这是小呆的面试视频，我们来看下一段。再动一下。哎呦，这个穿搭，这个卷毛。你有带垫肩吗？好，好看，想显年轻一点。那衣服系带的。对，结果太年轻了，他们还好。哦，还请他吃了一顿，那这反应真的很好笑，是吗？哦，导演组还请狗哥吃了一顿。那个领导觉得都还行。啊，没了，狗哥的这么短啊？没了。狗哥当时去录节目的时候，怎么跟领导请的假？我很好奇。因为我领导可能也看恋综。然后他知道我们恋爱吧，然后他觉得可能自己的下属去的话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吧，然后可能会问我一些节目上的事情，跟我打探一下，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我有保密协议啊，我真的一点没说，好吧。然后就离职了。可能有这方面的关系吧。好，狗哥那天有精心打扮吗？有的，那天是有的，但是头发没怎么弄，因为头发那会儿是烫了一个这种小卷儿。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风格，然后他们说，哎，就这个造型不错，然后给我拍了很多视频。你觉得自己是哪个特质吸引了导演组呢？夏瑞，你干嘛？你说。帅，主要是肩宽。主要是肩宽，说的对。来，我们看下一段啊。才艺战士。哇！不好意思，因为我胳膊比较长，所以他不怎么。胳膊挺长的。他面试的时候都干这个。好像如果我现在有个女儿的话，我肯定会让她不要说哦，你男朋友说他养你，或者你老公说他养你就辞职不做这种。我觉得不爱，还是自己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自己有自己的底气观。康康，你觉得自己当时是哪一个特质有吸引到导演组吗？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看这个面试视频，长得跟路人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没有什么特点，完全没有什么特点，讲话也没有什么特点。NPC 是吧？那你当时是怎么接到导演组的邀请的呢？就是私信，然后抱着哎呀，反正也不会选上我，就随便填。然后需要视频面试啊，那随便面试呗，反正也不会选我，就当做体验一下这个恋综的面试过程。结果就中了。我今天就在这里。那你当时接到私信的时候，没觉得是骗子吗？我记得我去南京面试的时候，他们是包我的9机从新加坡飞过去，我周5晚上飞，然后周6面试，
我上那个楼之前，我是把我的定位发给我在南京的朋友，然后跟他说，如果我半个小时内不回消息的话，请你马上报警。真的，我到现在聊天记录都还有。你怕这边是杀猪盘是吧？是。OK， 好吧，我们来看下一段。你要说点什么吗？阳光男孩，阳光帅气大男孩，原地转好山大。现在可以说话。嗨，你们好，很开心。感觉被控制了，有点紧张。你有没有看到他眨眼？注意一些小惊喜，一些手工制作。他跟狗哥在一模一样的位置。一个位置前后脚，就而且每个节日那天可能见过都不会来。对，你就会，比如纪念日什么，你也会记这个。是的。啊，那你也会制作一些女生的情绪的，因为我是双鱼座，我觉得这方面还挺擅长。你首先是你能感受到对方情绪的波动。是的。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很敏感，这个自己也会内耗。哎，那你敏感都一般敏感哪些地方？比如说女生的一个表情或女生的一个就是白眼、语气之类的，我都会感知到。就是应该不是那种典型的直男嘛，就是还是比较细微的地方。然后感知到你是怎么内耗呢？就是觉得他今天不开心了呀，然后我可能就是会想办法吧。想办法哄他开心。对，是的。周周在回看自己这段面试视频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2分吧。为什么呀？没打扮，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感觉大家都稍微造醒了一下，那天就直接就来了。对，没打扮都这么帅。是因为自信吗？不是，就是我确实跟康康也有一点一样，就是感觉没有能入选这样。对，就没想到最后真来录了。对，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尝试这些东西，想要接触一下。所有的优等生都会有这种，我当时也没怎么准备，我觉得肯定也不会是我，然后我就随便来感受一下，没有想到就会是我。哎，导演组，那我想问一下，是就点了一桌菜吗？就是他们轮流来是吧？是这意思吗？就是爱情的流水席。是谁先吃的？爱情的流水席，这接的太妙了。文豪啊，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选嘉宾是很靠运气的，因为你们也大概知道我们的工作流程是所有导演组会参与到所有的环节里边，就是选人，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找我们来面试的。有的时候你会经常在一个月里面试非常多的人，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进入你的备选，但也有一些奇妙的饭局，忽然你就会收获到很不错的一个人，以至于2个人、3个人。这个饭店现在被我们列为就是非常捧我们的饭店。下一季还在这儿选人。对。好，下一季还在这儿。是北京的定点面试，以后要挂牌的，就是我们恋爱吧特别容易选到嘉宾的餐厅，米其林1星。有可能就是变成网红打卡点，特别的缘分带给大家。那这是周周的视频，我们看下一位。哦，看这肌肉，张。就是会跟客户安排时间嘛，然后到了时间以后就会去，就和他约着见面以后就开始拍。这是在英国。然后拍完就很简单，没有什么时间。飞过去面的。挺好。那边的同事。我们找的是人脉。然后见面连到现在就拍。我的主要部门是同行，还有一些大公司，对，比如说拍一些时尚，什么 Burberry 啊、Gucci 都合作过，然后也去一些欧洲国家也去拍过，对，去联合国做过photography journalist， 对，然后学生就比较少，因为感觉他们可能对还是会有学生，比如说那什么毕业照，然后还会拍一些婚礼，但是主要的话还是跟公司合作拍一些 event， 或者是对 event 跟 fashion 多一点，私人的话也有，就像学生或者是婚礼。我觉得我是按百分比来说，看着好生气啊，在这个视频里面，不太像你导演组感觉，20%的艺术家，很烦感觉。难怪有人说还是在你出名之前，或者因为我走的不是时尚啊，不是那个艺术摄影，是纯艺嘛，皱眉，能赚钱，而且 team 的所有情绪不稳定都源于他那会儿可能有点饿了，就是那种。你们没给他点吃的？不是我们去，一会儿慢慢跟你们说，满足他们。哇，好多吐槽点。谈不上艺术家，
Tim， 不是我说，感觉你不是太想理导演组。不是不想理，那天是什么情况呢？完全不想理。我前一天晚上朋友的生日，我在他家喝了通宵，觉也没睡，直接宿醉过来面试。这就是好学生的自信吗？没准备，但是就是选上。然后当时我们是坐在路边，就有好多人走过去，什么外国人什么都有。那时候是手机拍吗？这段还是要拿大机器？局促能感受到。有点皱眉，不是哦，我思考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皱眉，但不是我没有生气，就是一个思考的表情。一定是。那你如果现在再重新看的话，给自己当天面试的表现打几分？0分。你们为什么要选我？是因为我不是恋爱的我们，然后要选一个不会恋爱的来当反面教材，去衬托别人会，是吗？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哎，能现场答疑一下吗？就是我们觉得一个团队里需要一个胃口很好的人。怎么讲 ？Tim 是我们团队中著名的大馋丫头。但是 Tim 有讲到说，因为这一季在开录之前就有定主题嘛。但说实话，我刚才在开玩笑，但是 Tim 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单纯、非常诚恳的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特别复杂的心思。是，没错。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分明的人，然后他的诉求，他是一个非常单线条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挺让我们欣赏的。而且我们确实要很诚恳的说，我们觉得他长相也很洋气，他也很有才华，拍的照片也非常有艺术感。其实包括像刚才 Tim 跟小小在弹唱的那一段，都很像是那种大学爱情的那种画面，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妙。瓜有话要说。对，因为其实刚那个包括康康、周周，包括 Tim 都说了，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准备，就是想着面试一下的那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真的挺适合上恋综的，就你没有抱着任何的目的来，对，就是你没有想着我报名这个节目我是为了这个要获得什么，然后你只是觉得我想体验这个事情，包括我对于恋爱我也真的很向往。我觉得有这个东西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东西。反而有一些抱着很大的目的性来的，我们也能就是一眼看出来。瓜说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观察室无数次讨论过的，就是觉得这一季的嘉宾每个人非常的真实和真诚，就是大家无论是好的坏的，也许每个人自己性格里都会有小瑕疵，但是在节目当中也毫无保留的就是这一面，就是给当下我最真实的内心反应。然后所以大家可能才能让观众在看这一季的时候真正的学到，因为真的很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你我他，很多人在恋爱当中会犯的错误也好，会有的反应也好，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季我们嘉宾得到全员大家好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那谢谢 Tim 的这段视频，我们来继续看，应该到女生的部分了啊。小小这很像是冬天面试的，其他人都是夏天。简单的对着镜头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可，然后应该说什么？没关系，可以了。好的。我感觉主要还是大学才进大学的时候吃的太多，对，这很像男友，所以说瘦起来会容易一点。以前都不控制饮食的，最近控制的难受吗？还行。果然好学生做什么都像在学习。对，就是如果你没有主动争取，然后你就在说什么 emo 很忧郁的，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人会同情你。对。那你的主动争取会展现在哪些方面呢？给你问紧张了，怎么回事？我在想会有什么场景呢？我好可爱，小小。因为在第一期的时候，小小就恋爱说明书里有讲到，来的时候是牡丹的状态。其实对于很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来说，上恋综还是挺需要勇气的。当时怎么想到说想报名上恋综呢？一个也是导演在我的那个社交平台私信我了，然后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觉得我对这种未知就会很有那种想探索的欲望，对，然后就想来参加。然后其次也是，
我一直没有觉得牡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只是这个第一次或早或晚嘛，只是我可能稍微晚一点，对。然后觉得不管是第几次，你只要真心对待就好。那你觉得自己这个面试视频现在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打1分，就不知道在笑什么。导演们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这个小小的时候吗？因为当时我们是去了2个导演吧，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他在咖啡馆里面有一个就是视频里面，反正不是现在这段，但是有一个他低头，然后一抬眼，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他一抬眼那一下，就是你知道我们后来我同事拍完视频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把那3秒钟反复观看了10几20遍，就大家就觉得哇，就是好可爱，就是看了每一遍都惊呼，真的好可爱。想看人生视频出现。对。稍微补充一句，我对这种眼神有一个自己的归纳，叫明明没做错什么事情，但看起来就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的眼神。那不是无辜吗？你们知道，男生最讨厌的眼神是明明把什么事情都搞砸了，但是看起来还是一脸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是在说最近一档恋综里面的一个女嘉宾吗？没有，对不起。没有。来吧，主持人困了，来，我们看下一段视频。这样光会好一些。很好看。哦，夏姐的面试视频也太辣了。转圈儿，怎么又背感觉抖又是那包，又是带包，买完菜回来又是那个包，又是那个包。好的，好，我挺好。淘宝模特。你本身的那个 MBTI 是什么？啊，说出来是哇哦，我是 ISFJ。IS 对，我在讲 MBTI。那你是一个偏，但是有点50-50，那个 E 和 I。那你是淡人还是浓人？我挺浓的。那你就是I 人浓 I。哦，浓 I。那你觉得就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什么的？对，夏姐我再发你套题吧。你做的题应该跟我是盗版，不是一加入套。到一些话题。我就是有点受不了冷场的一个人。就有那种社交任务是不是？我也说也有。真的就一定要说话，就不说话我就开始就最近过得怎么样？就那种，我有点控制不了我自己。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内娱的男明星？有啊，黄景瑜。我看你长得还有什么？哎，但对不起，节目播的时候，我们观察室有偷偷说过，周周你有的角度，我们也自己说。哦，对对对。第一次见他都觉得他其实蛮好的。你觉得像这种节目会一直想着你自己在录节目吗？就是可能就是做不了那种平时状态里面的那种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应该还好吧，但我也没录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没有人能装20天吧，好累啊！装2天差不多了，对吧？最多了。对啊，后面一直装，应该也挺累的。尤其是你前面装了，你后面又展示了你的自我，那就更奇怪。事实上，1天都没装得了。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导演组，因为这一季既然我们最开始定好的主题是不会谈恋爱的我，你们最开始为什么会觉得夏姐有可能是不太会谈恋爱的那种人呢？我们一开始计划的就是会谈恋爱、特别会的和特别不会的有一个对冲，有一个冲突，是一个看点。他当时是那个会的。然后其次是这个视频有一个特殊的点是，所有人其实我们在国内的或者能见到的人，在我们面试的时候其实是在甄别、在选择、在考虑。夏姐这个视频是我们已经定了之后，我们也没有第一时间见到她的人，这是我们委托同事，就站内的同事来见的夏姐。她一直在美国，然后我们苦于没有美国的人脉，一直没有真的见到她。我们出于导演的直觉，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人。也是节目里面一定会大放异彩的嘉宾，所以我们在没有见过他，只是做网友的时候，就直接跟他签了协议，然后我们是网恋，然后奔现的，这个视频是奔。对，他跟我们节目是网恋奔现的。但后来导演组还是有点担心货不对版，所以还是最后又见了一次的时候，还是又见了一次。好的，来，我们现在还有2位的视频没看啊，来。男生特别糙呢。就是不打扮，他不打扮就帅啊，那种就就是传说中的那一杯水。对呀，我也希望我不打扮就漂亮。咱有没有那个条件呢？就是
杯喝完又想2个小时。也挺好的，就是他不打扮就很帅，我觉得那个也很帅。哎，而且最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帅。哦，帅而不自知的吗？现在哪个男生自己帅不知道自己帅？现在你中气好足啊！奶绿，这是第一杯水，还是后来你把5个导演都聊趴下之后的第2杯水啊？我忘了哎，我好像自带了一瓶酒店的矿泉水。对，然后我喝完那瓶矿泉水之后，又给我续了1杯水，我可能又续了2个小时。对，其实一般我面试嘉宾的话，大概会有2个导演，然后那天是5个导演在，就是5个导演，就是后来聊到就是面面相觑，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然后奶绿说，那个要不我也给自己说，对，就是后来聊完就我们几个人都是那种啊。一点精神都没有，真的是太能聊了。对，其实也是他这一点也算吸引到我们了嘛，就特别坦率，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就能回答什么。我告诉你全部。对，全部。然后你们不问，我自己说。对，就特别直接坦率的一个人吧。你们当时有他们哪位向导演组提问的吗？有问到你们特别意外的问题的吗？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点自己的疑虑，就是来了会怎么样，以及是不是有剧本。也会问一些往年大概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些是免不了的。大家因为来之前都会有类似的疑问，但有一些人你会问他，比如说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或者你觉得来恋综的话，你觉得自己要怎么做？就当然我们其实想象中的回答是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希望收获一个什么样的旅途。当时小金给我的答案非常的深刻。小金说，我来了第一要务是我要遵守导演组的规定，绝对不乱来。记得吗，狗哥这一段？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了。那当时谁面试完了之后就是特别笃定，觉得自己肯定是能来的，或者一定要来的，都没有。这是一些好学生的谦词罢了。哦，其实他们面完之后，自己心里大概都这一个班的人可能也对过一些答案，说今天他们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会来，当时也就是随便面了。因为我身边现在所做的导演组，他们其实在这种情感类节目当中是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像《相遇的夏天》，然后这几季的《我恋》，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在做的。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每一季嘉宾的选择，就像刚刚老狗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突然这几个人就凑在一起了。这一季作为总导演，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最深的感受是，首先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在情感赛道上有经验。因为你每次的经验对各种个体他都会作废，就是你现在觉得某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再遇到下一个人，经验不能套用，所以每天其实都就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盲盒，你拆了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然后等你接受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些命运的馈赠，你就会知道这个盲盒，如果你是喜欢这个系列的，每一个拆出来你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它会比你任何事情都定好的更开心一些。今年拆到的是一群艺人盲盒，然后我们组里的大多人是 I 人，然后现在也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人分浓人和淡人，我们组里基本是一些淡人，但我们抽到的是些浓人盲盒。然后对我们来说，第一，它是一个高精力的挑战，我们淡人什么都是淡淡的，浓人可是不睡觉的。第二就是浓人特别好，就是不扫兴，你给他们什么事儿，他们都可以玩得特别开心。你非常担心自己作为一个淡人弄的事情会不会很无聊，他们会在你准备的事情上，然后表现出你不可预料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挺美妙的。对于无论是观察室的我们，还是在座的各位，还是所有陪伴了我们一整季的观众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节目都是很美妙的一段旅程。所以最后也想问问各位吧，在这一季旅程里面，你们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或者有没有哪一段你是希望能重来的，都可以。有吗？小小，有想要重来的吗？我觉得是最难忘，然后也很想。就是因为觉得很幸福，所以想再来一次。就是在海南最后一天，那个一个像天幕一样的烟花下面，我们一起唱歌，唱那些年，那个瞬间真的太泪目了。你无数次去回看那样的视频，都觉得非常非常难忘和幸福。对，我觉得那个是我很想再重来一次的。那个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都又落泪了。对，哭。就播那一期的时候，天天晚上在家里哭。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最后一期应该已经上线了，对吧？所以大家的告白日现在已经上线了。夏姐有谁的告白？因为我们最后在录最后一期的时候，各位嘉宾是在另外一个演播室，也是同步在看最后的告白日的，因为他们也只知道自己这条线的告白，他们也是在节目里面了解别人的告白的。夏姐有哪个告白是你觉得可以打满分的吗？我觉得是陈康的吧。我当时看完了，我想说，陈康你这么会，他一套一套的，先这个再那个，然后我就，天哪，还是一个产业链儿，就是完全一套下来，三步走是吧三步走。我说这太牛了，这确实是有两下子，我们平时集体生活中没看出来。因为包括我们观察室，我记得最开始前几期可能也对康康是最看不懂的。导演组应该很清楚，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不是很懂康康。我说的那个后采，就是有一期打分儿，我们很想问，有后采吗？能问他吗？这分儿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对，就是其实人在正常的生活里，如果你没有剧本，每个人可能都不是那么分明的，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对。然后可能看人不能试图看懂。如果抱着试图看懂的心态，会有很多困惑，然后你就觉得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其实你身边的朋友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你也永远不会思考这件事，你不觉得有什么突兀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节目吧，然后才会有点奇怪。我们当时其实还好，并没有感觉到很奇怪。所以康康最后告白的时候，应该是让整个我们在现场观察室最沸腾的。而且我觉得在康康身上也再一次让我们很深刻的意识到，每个人的节奏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不要以你的节奏标准去评判别人，就是那个就是他的节奏标准，他可能就是在很谨慎的、慢慢的进入，但是当他确认之后，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浓很浓的浓人。所以这也是最后让我们很惊喜的一个点。那奶绿呢？奶绿这一季下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刻？每天都开心。对，我真的觉得每一天都，就像我好像第11期吧说的，我说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旅程。我每一天都觉得，哇，我怎么有幸被选上来参加这么一个美好的不正常的这么一个旅程？所以要非说哪一个时刻没有，因为整个旅程，我的整个心路历程，从第一天，就见到这位之后呢，一直到后面到表白日结束，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连贯，它并不是一个这个瞬间要记住，那个瞬间要记住，它是一条很 smooth、很连绵的、很顺滑的一个线。然后我觉得，就任何这个线里面任何一个瞬间没有了，都是不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吧？对，或者旅程。所以没有哪个瞬间，就是一整段。谢谢K 姐。我也觉得是所有的瞬间，就是很难得能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这个假期，出去就玩的这么好，而且还全程巨豪华。游轮。对，我一上来就是游轮，天哪！他第一天就是豪华游轮。对，你的出场就是游轮。我感觉跟那个美国电影里似的，那个游轮。然后到最后一天，我也觉得都很梦幻，就是整个回忆。而且我在身处在里面的时候，我会一直想，因为我是一个哀淡人，然后我就自己独处的时候，脑子也会想很多。我就想，我过了好多年，我还是会很怀念这个瞬间吧。但是我现在身处在这个瞬间，我就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不知所措，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比较有点感性的思考。谢谢 K 姐，小呆呢？我觉得其实跟他们讲一样，就是每个瞬间其实都很难忘，因为就是这个旅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经历过以前，包括就是去的地方，然后特别还有就是穿那个民族服，然后晚上我们躺在那边看星星，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看星星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有些人会看，但是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在穿着那种衣服，然后在新疆看那种，就是因为真的是很多星星在上面，然后就很久都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然后就很难忘。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嘛，就是
一起9个人，又很难得，所以那因为现在第12期已经上线了嘛，12期是告白日，我们后面的4位男生，每个人都有经历最后的告白环节。现在在看直播的网友有可能现在还没来得及去看第12期，从狗哥开始，你说一个自己告白环节的关键词，吊吊大家的胃口。穿越时空。很贴切。Secret。康康。这只是开始。哦，不。呱呱说卷起来了，周周卷到你了。卷不过他们，真的是太可怕。我的应该是许多画面。我的很多向日葵。我特意把 Tim 留到了最后一位。Tim 那个景色是我们当时我最喜欢的，它真的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向日葵和一个非常好的晚霞。但其实有看节目的时候，我觉得 Tim，当时在观察室最后一期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 Tim 的成长其实也给予挺多的肯定的，而且感觉他是一个挺从一而终的，就是我们非常肯定他，但是很多时候能预判他的预判，就是所以 Tim 会觉得自己在这段里面是关于恋爱这件事儿成长最大的那个人吗？我觉得成长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是一个终身的课题，就是它不是说你年纪越大或者说谈的次数越多就越懂的，就是可能每一次关系都在进步，你要进步一辈子，可能也达不到完美。对，这就是。那 Tim， 你觉得这段旅程里面你能想到的最难忘的画面？最难忘的画面，我觉得是落日。我刚其实一直在想，我最惊喜的、最感动的画面是我第一天。那个不是狼人杀，给他们每个人牵了绳子。当时我觉得没关系，你们跳舞就跳舞，但是没想到他们每个人聚在一起跳舞的时候，突然放起了烟花。我一个人就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种情况里？但是，然后最让我感动的一刻就是出现了，就是周周就过来拉着我说：“你别一个人带着，咱一起去跳。”对，所以我就感觉那个 bromance 就开始，我就觉得他们都这么好的人，我以后要对他们都这么好，这样子。对。那我想到了我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如果重来的话，这一幕你要重新牵吗？你说牵周周吗？还是不是，我是说绑红线。红线。就是那天你要把他们我还是牵在一起。我还是会，对我还是会，对。Tim 的反应还是很令我们惊喜的。当然，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嘉宾来说，包括追了。我练6的所有的观众来说，可能我们未来在想到2024年的时候，可能这个夏天我们陪他一起走的这段旅程，会是我们2024年很重要的一段记忆，不仅是对各位，不仅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对每一个观众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也谢谢所有一直在支持我练6的观众，然后谢谢我们今天和所有的网友一起来收看《告白里》的各位嘉宾，然后我们谢谢导演组每次这么用心。然后大家能看到的可能是节目的一部分，其实录制的时间远远比这个更长，素材有非常几倍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时长的素材。所以最后老狗今天也能有个机会跟观众们聊一聊今天的收尾词，由你来跟大家说好不好？又是一个意外的任务落在身上。然后第一就是我们以往做节目，然后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数据，它播得好或者不好，但是它们都是数字。你不知道其实是谁在看。今年我努力抽出一些时间来运营自己的一些媒体端口，然后会发一些节目的花絮，会有很多非常具体的人在下边留言，然后我会戳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的人在旅行，然后有的人在工作，有的人很辛苦，然后他们跟我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共情我们在讲的事情，然后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然后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感情。我们觉得付出时间和付出感情是目前这个时候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真的有种感谢。然后就是有些人也会私信就说感谢你们做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我现在在考研，我很无聊，然后有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很难忘这个记忆，然后我们也会很开心。然后我也说不好，但是我只能说
我们原来感谢的是，就是感谢观众，感谢的是一个泛泛的人。但是我今年的实感是我们感谢每个非常具体的人，就感谢大家花时间跟我们每天在想同一件事儿，然后感动同一件事儿，然后为一些可能莫名其妙的事情生气，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关系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感谢大家具体的情绪和感谢大家具体花费的时间和情感，就是这样，说不到更好。谢谢老狗，然后也谢谢我们这一季所有的嘉宾，然后谢谢大家愿意这么坦诚、这么真实的在镜头前展现你们在恋爱当中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可爱的一面，或者是性格里面的小瑕疵，因为在你们身上，相信每个观众都会找到自己。然后也像刚刚 Tim 讲到的一样，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能找到自己，所以我们才会有在看节目的时候一样跟大家共同去成长。然后也谢谢今天守候我们告白里的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陪伴我们恋爱吧第6季的旅程，谢谢各位和我们度过这个甜蜜的夜晚，拜拜。拜拜，谢谢。哎，等一下，最后这个我举着麦。人气最高的 CP， 因为刚刚有很多网友说他们忘了截图了，我们现在给他们一个时间，来，康康奶绿，来，我们就用这个当 ending 了啊，主持人没有任何的结束语了啊。拥抱亲吻，然后，我帮这要低麦吗？你自己来吧，对我们不破坏画面了。你确定啊？亲麦还是？哎，不是真的假的？哎，要不我们大家一起起来给他们举麦吧？名场面，我们就算了，没有，我们就一个麦。好恐怖！尊贵的 VIP 们啊，这是专门为你们设计的环节啊。现在切到第12期正片的人，请回看这段。声音有点小，声音再一遍，再一遍。快点。谢谢大家，把麦怼到我拜拜。谢谢。